爱之前，你得先愿意让人靠近你。你总说你想被爱，想被理解，想有个人能真正看见你，拥抱你，懂你。可当爱真的靠近，你却下意识地退后，关起门，装没事。不是因为你不渴望爱，而是你还没准备好，允许自己被爱。你以为爱是一种外在的奖励，是你变好、变懂事、变成功之后，自然会来的回报。但爱从来不是评分制度，它是一种你愿不愿意打开自己的能力。你害怕的是靠近，因为靠近会揭开你那些还没来得及修补的伤，会让你感觉不够好，太敏感，太脆弱。你怕对方看见你真实的样子就会离开，所以你选择隐藏、自我保护，甚至先推开对方。你用笑容遮住想哭的念头，你用冷静掩饰其实很想依赖的渴望。你说没事，其实心里很想被抱住。你说一个人也很好，其实你很希望有人留下来。这些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的灵魂曾在爱里受过伤。他还记得那种我不够好，所以被离开的剧情，所以他用防卫保护你不再重演。但爱是要进来的，它不会穿透你筑起的墙，它只能在你松动的时候悄悄靠近。真正的亲密，不是你无懈可击之后才配拥有，是你在破碎中依然愿意让人看见你，让人进来，让人靠近，让人慢慢进入你的生命。不是因为你需要被拯救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相信，你值得有人用温柔对待你所有的不完美。当你愿意让人靠近，你才有机会练习被理解、被选择、被爱。你才会开始明白，原来爱不是条件交换，爱是当你真实的存在，也依然被看见与拥抱。你不必强装坚强，也可以有人靠近。你不必完美无瑕，也可以有人选择你。你不必讨好谁的期待，也可以在爱里安心呼吸。让人靠近是一种温柔的勇气，是你在怕的时候，还是愿意把门打开一点。不是打开全部，而是一点点。先让自己在关系里尝试新频率。你可以说，我不确定，但我愿意尝试。你可以说，我会怕，但我不想再推开。你可以说，我还在学习，但我想相信爱。每一次让人靠近，都是你对自己的信任加深一次。每一次接住被爱的感觉，都是你内在的缺口慢慢愈合一次。所以，不要再问为什么没人爱你，请先问自己：我允许自己被谁靠近了？我是否愿意让人真正看见我了？当你开始愿意，爱才有空间靠近。而当爱靠近，你才会知道，原来你一直以为的防卫，不是保护，而是隔离了你真正渴望的连结。你不需要变得更好才值得被爱，你只需要开始愿意让人走进你，走进那个有点怕、有点倔强、有点期待又怕受伤的你。那个你值得。从现在开始，慢慢学会打开门，不为谁，为了你自己。好好体验一次被靠近、被看见、被深深爱着的可能。你不需要先变完美，才能值得被珍惜。但这句话，你可能听过无数次，却始终难以相信。因为从小到大，你太习惯了把值得和表现绑在一起。考得好就被夸，表现乖就被爱。渐渐的，你学会了隐藏情绪，压下需求，只留下应该的样子。你努力修剪自己，
想变得更稳定、更聪明、更成熟，只为了在爱里被看见、被选择、被留下。但你发现了吗？越是努力成为某个理想形象，你越觉得孤单，越怕暴露真实，越不敢卸下那层伪装。因为你以为一旦被看见不完美，就会被遗弃；一旦被发现有缺陷，就会被否定。你不敢任性，不敢情绪化，不敢犯错，活成了一个时时刻刻都在自我审查的人。可爱不是为了交换，价值不是来自于你有多能干或多能承担。爱的本质不是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你真实存在的那个状态本身就值得被珍惜。你哭的样子不会让人退后，你累的样子不是拖累谁的负担，你软弱的时候不会让人不爱你。相反，那些时刻是人最接近灵魂的时候。真正愿意留下来的人，不是因为你完美，而是因为你让他看见了一个不需要伪装的空间。在那里，你可以卸下铠甲，他也可以放下防备。那样的关系才是真正的亲密。你一直想要的不是被夸好棒，你一直想要的是有一个人说，这样的你就很好。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我都愿意在这里。但你要先给自己这句话，你要先练习，在犯错后不责备自己，在混乱时不逼自己坚强，在怀疑自己的时候，温柔地拥抱那份不确定。你不需要等到修好自己再去爱，也不需要等到圆满再被看见。你只需要开始相信，破碎也可以是风景，混乱也能有光，而你此刻的样子就已经够值得。当你开始这样对待自己，世界也会开始学着这样对待你。你不再需要吸引谁来填补空缺，你会吸引共鸣的人，一起经历，一起成长，一起承担不完美的日常。这才是真正的关系，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相遇，而是两个愿意真实的人选择靠近彼此。你不需要先变完美，才能值得被珍惜。你只需要相信，爱会靠近那个愿意不再藏起自己的你。从现在开始，请你练习在软弱里也给自己温柔，在混乱中也不放弃相信。因为真正的珍惜，从来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，而是你在真实中依然选择留下的那份心。爱不是得到，而是终于愿意接收。很多人说自己渴望爱，寻找爱，等待爱，却在爱真的靠近的时候转身逃开。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，而是因为他们还没学会怎么打开自己。你以为爱是一种得到，是努力换来的，是对方给你的，是你表现足够之后才可以拥有的奖赏。但爱从来不是一场交易，它是一种允许，一种选择，一种接收的状态。你必须先放下那种我需要先变成某个样子才配得被爱的信念。你必须先愿意相信，即使现在的你有情绪，有缺口，有故事，你依然可以被深深的拥抱。真正让人得不到爱的，从来不是外在条件，而是内在那道我不值得的墙。你筑起了防备，不让人靠近。你习惯自己扛，不说需求，不给机会别人照顾你。你总在关系里给出，却不敢伸手接住。接收是一种亲密的行为，它意味着你要信任，要放下控制，要愿意被看见。那不是软弱，是勇气，是你终于不再透过独立来证明自己。
你不需要做得更多，给的更多。有时候，你只需要静静地说一句：我也需要被爱，我也想要被照顾，我也值得有人把我放在心上。当你愿意接收，你才会发现，其实一直都有爱在等你。只是你以前太忙着守住界限，忙着不麻烦别人，忙着照顾所有人，反而忽略了自己最深的渴望。接收是让你与宇宙之流连结的桥梁。你允许爱进来，才能让能量流动。你允许别人靠近，才能让关系真实发生。你允许自己打开，也才会发现，原来爱不用挣扎，也不需条件，它一直都在。它来自你开始愿意相信的那一刻。你值得，无需证明；你足够，无需比较。你可以被深深爱着，不需要先修复所有伤口。请你练习接收，从一个拥抱，一句诚实的回应，一个让自己休息的选择开始。你不需要变得完美，你只需要愿意让爱靠近，让心打开，让眼泪流动。爱不在未来，也不在他人身上，它在你愿不愿意向内说一句：我准备好了，我愿意接收，我相信我值得。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是我，而这样的我就值得被爱，从来如此。你以为撑住了，其实是在放弃感受。我们从小就被赞美懂事、坚强、不吵不闹，于是你学会了吞下委屈，压下恐惧，忍住眼泪。你以为那是成熟，是成长，是应该的样子，但慢慢的，你发现自己变得麻木。你不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甚至连痛都变成一种模糊不清的背景声。你以为撑住是一种选择，但其实那是一种退离。你不是真的扛得住所有事情，你只是太习惯不去碰那些脆弱。你害怕感觉，因为你曾经太痛。你害怕打开，因为你曾经打开过却没人接住。你害怕承认自己不行，因为你担心一旦软下来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但压抑不是疗愈，坚强不是自由。撑住了，不代表你真的走过了，反而有时候，你只是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觉，藏进了更深的身体里、梦里，甚至习惯里。你会在某个平凡的时刻突然觉得累，会在明明没事的时候突然想哭，会在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里突然被触动。那不是你太敏感，是你太久没有让自己好好感受。感受不是软弱，感受是与生命连结的证明。你越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情绪，你越能找回内在的流动。因为能量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会转化或堵住。当你停止感受，你也同时关上了爱、喜悦、连结的门。你不是不需要撑，而是你不需要一个人撑到忘了自己也是人。你可以停下来，可以说累了，可以哭，可以迷惘。你可以让自己在混乱里喘口气。那不代表你失败，那只是你在重新连上自己的心。真正的力量不是永远不倒，是你倒下的时候依然知道怎么回来，是你在痛的时候依然允许自己被看见、被拥抱、被承接。请你慢慢松开那个总是撑住的自己，练习问问自己：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我是否正在忽略什么情绪？我真的还好吗？还是我只是告诉自己我应该要好起来？
这些提问不是让你变脆弱，而是让你重新把自己接回来，让你不再活在自我切断的日子里。你不必再假装无视，你不需要把所有情绪收进夜里偷偷消化。你值得在阳光下也被照顾。你可以在爱里承认，我快撑不住了，请陪我一下。你以为撑住了，其实是在放弃感受。而当你愿意再次感受，你也就重新回到自己的生命里。从这一刻起，你可以选择不再只靠撑来活着，你可以选择开始真正的活着。你总说没事，其实那才是最深的失联，不是对别人的失联，而是对自己的。每一次说我没事，其实都有一个你在里面悄悄奔他，但你习惯了，你习惯把感觉吞下，把眼泪忍住，把话留在心里的角落。你总是扮演那个看起来坚强的人，把情绪整理得干干净净，把需求藏得无影无踪。你笑得体面，说话得体，应对得宜，就连难过都小心翼翼不让别人看见，因为你怕一旦承认有事，就会被贴上太情绪化、太脆弱、太麻烦的标签。你怕你一开口就控制不了眼泪，你怕你一说出口就无法再装作一切都好的样子，于是你选择沉默，说我没事变成了你维持关系的方式。你用它保护自己，也用它阻隔真实的连结。但越说没事，你和自己的距离就越远。你开始搞不清楚这些日子到底是累，是孤单，还是麻木。你无法再精确地说出感受，因为你早已习惯压下所有声音。真正的失联，不是手机关机，也不是断了联络，是你明明活着，却感觉不到自己了。你在应对世界时看起来一切如常，但只有你知道，那些你没说的部分，正在你体内慢慢解冻。它们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被你收进夜里、梦里，甚至身体里。我没事这句话说得越顺口，心里的那个孩子就叫得越小声。他可能只是想说，我今天好累，能不能有人抱抱我？我其实不太开心，能不能被听听就好？可是你没给他这个机会，你用理智、成熟、懂事的外衣，把他一次次推开，直到有一天，你开始觉得空，觉得倦，觉得再也没有什么能碰触你。那不是你变冷漠了，那是你太久没有真正连上自己了。请你练习慢慢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我真的没事吗？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？如果我不需要坚强，我最想对谁说什么？这些问句会慢慢打开你那道关上的门，让你重新接回那个渴望被了解、被爱、被看见的自己。你不需要总是说我没事，你可以开始说我需要一下时间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想哭但还找不到原因。你可以一点一点的让自己被理解，不需要完美，不需要准备好，不需要说得清楚，你只需要诚实。因为当你开始不再否认自己的感觉，你才真正的和自己联系上了。从那里开始，爱才会有入口，连结才会有空间，你也才会慢慢相信，这个世界其实接得住那个不再假装没事的你。每一次情绪失控，都是内在渴望被听见，不是你太敏感，也不是你太脆弱，而是你太久没让真实的自己
有说话的空间。你总是在压抑，在忍耐，在撑。你学会了理性，学会了控制，学会了乖，却忘了学着倾听那个在深处悄悄叫喊的自己。你表面上看起来平静、成熟、有条理，但其实你内在的某个角落早已淤积太久，太多没说完的话，没释放的情绪，没被允许的感觉，都悄悄堆成了山。然后在某一个微不足道的时刻，可能只是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一段沉默，你突然崩溃了，控制不住情绪了。你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稳定，这么丢脸，这么没用。但请你知道，那不是你的问题，那是你的情绪终于撑不下去的想被看见。他们不是来毁掉你的，他们是来敲门的。他们想告诉你，我在这里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你不需要再压抑，你可以开始听我说话了。我们都被教导要控制情绪，不要太情绪化，但没人教我们怎么安全地感受情绪，怎么尊重它，陪伴它，理解它。于是我们不是压抑，就是爆炸，不是假装没事，就是失控大哭。但情绪失控的那一刻，不是你崩溃了，而是你内在的那个我终于说出了真话。你会生气，不是因为你坏，是因为你觉得不被尊重，觉得界限被踩了。你会悲伤，不是因为你脆弱，是因为你真的很在乎，真的很受伤。你会焦虑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是因为你内在还有部分活在不被保证与安全里。每一次情绪的来临，都是灵魂在提醒你，你还有什么没说出口的渴望？你还在为谁压下自己的真实？你是不是该回头看看自己，已经忍多久了？你不需要用理性去压过情绪，你需要用理解去包住它。试着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乱，但我愿意听。你可以生气，我陪着你。哭出来没关系，我会在这里等你整理好。当你这样和自己说话时，你不只是安抚情绪，你是在重建一段内在的安全关系。你在对自己承诺，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情绪从来不是问题，压抑它才是。每一次失控不是退步，而是你开始诚实的时刻。愿你在下一次情绪汹涌来时，不再急着把它压下，而是停下来，对自己说，原来我这么想被理解，这么想被接住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会发现，每一场情绪风暴其实都是一次与内在更靠近的邀请。只要你愿意听，情绪就不会再控制你，而会带你回家，回到那个一直等待被拥抱的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